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Adam 探前线，一名关注财富规划和政策分析的博主。上个星期二下午，我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通知，我的银行账户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入账1万新元，备注 MSFCDA First Step Grant。 我和我太太的第一反应是，政府怎么会突然打钱给我们？直到我们看到另一条短信，恭喜您第3个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起步今天1万新元已发放。我们立刻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1万新元只是开始。让我直接告诉你最重要的部分，生第3个孩子，政府为他准备了一个16000新元的专属成长基金。这16000新元在你家里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可以覆盖第3个孩子至少2年高质量的全天婴儿托管费用，它意味着买4年的奶粉、尿布和辅食，基本不用自己掏现金。它更意味着应付他小时候可能出现的医疗开销，你心里会踏实很多。这笔钱精准地垫在了养娃初期经济压力最大的那几个陡坡下面。现在让我解释这16000新元是怎么来的。首先，只要第3个孩子一出生成为公民，这16000新元就会自动打进他的 CDA 账户，然后从1岁到6岁，每年会额外给1000新元，6年就是6000新元。所以总共是1万新元加6000新元等于16000新元。请注意，这16000新元是专门给第3个及以后孩子的专属加码福利，完全独立于每个孩子都能拿的普通婴儿花红。好，接下来我想从财经和政策的角度带大家更深入地理解这件事儿，因为这笔钱远不只是发红包那么简单。第一，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一个被低估的政策期权。从财务角度看，这笔超过16000新元的支持，可以理解成政府为你提供的一个实物期权。期权的行权条件就是生育。第3个或之后的公民子女一旦条件触发，这笔资金会自动无摩擦地进入指定账户，资金用途受限，但高价值。这笔钱主要锁定在儿童的教育医疗领域，这恰恰是家庭育儿成本中刚性最强，未来回报率也最高的部分。政府通过定向注资，实质上是和你共同出资分担了家庭人力资本。项目中风险最高、现金流压力最大的初始阶段，且这是一笔赠与性质的补贴，没有偿还义务。对于家庭资产负债表而言，这是纯粹的权益增加，而不是负债。所以看待这笔钱，不要只看数字，要看到它背后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政策金融工具，目的是显著降低特定家庭生育3孩的边际成本和财务风险。第二，如何高效领取与配置这笔资金。了解意义后，我们来看如何操作。整个过程高度自动化，但有几个关键节点需要你主动管理。首先是资格确认与自动启动。资格核心就2点，新加坡公民子女，且是家庭的第3个或之后出生的孩子。流程是自动的，孩子出生登记后，系统会识别资格。1万新元的 First Step Grant 会无需申请，直接存入为孩子开通的儿童培育户头。你通常会收到短信或信件通知。其次是账户开设与管理。你需要为孩子开设一个儿童培育户头，通常在本地银行办理，这是接收所有相关补贴的主账户。每年1000新元的幼儿培育储蓄补助券也会存入。关联账户或通过政府平台发放电子券。你需要定期登录 MSF 官网或相关银行 APP 查看和管理。这笔钱的最佳用途是支付那些有长期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项目。教育类，优质的婴幼儿早期启蒙课程，教育部认证的学前教育学费，有益的教育软件或器材。健康类，儿童疫苗专科门诊费用，牙科保健获批的医疗保险保费。核心建议，将其视为孩子的成长基础基金优先，用于能提升其早期发展质量的项目，而不是替代一般的家庭日常开销，这才能最大化政策的杠杆效应。第三，这笔钱更深层的信号与战略意义。我们跳脱出家庭账本，看看宏观层面。
政府推出如此力度的定向补贴，释放了几个强烈信号：应对人口资产负债表危机，低生育率是国家层面的长期风险，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这笔支出是政府为修复国家人口资产负债表所做的前瞻性资本开支目标，是通过激励生育获取未来数十年的社会收益，提升生育率投资的回报预期。政府通过金钱投入，意在改变家庭对于生育3孩的成本收益。他试图向公众证明，社会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质性分摊多子女家庭的养育成本，从而鼓励家庭进行长期人力投资，将资金引导至 CDA 账户，并限定用于教育和健康，是希望家庭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孩子教育质量的提升上。这体现了从鼓励生到支持养好的政策思路深化。总结一下，这项多子女家庭计划是新加坡在应对结构性人口挑战时出台的一项高度量化目标、精准的干预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而言，它是一笔能有效改善初期育儿财务风险的资金，其领取过程便捷，但需要家庭有意识地进行账户管理和资金规划。最关键的是，它代表了一种共识：养育下一代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关系到社会未来的公共投资。理解这一点，你就能更清晰地规划这笔钱在你家庭整体财务蓝图中的位置。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有帮助，欢迎点赞和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这类政策的看法。如果还想了解哪个方面的福利政策，我们下期再见。